他说剩下的路全要靠我自己了。我当时戴着口罩，然后就开始眼睛开始发酸，心跳开始加速，然后身体开始抽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会有那样的一个反应，但是那个反应就说明了我当时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我做不到。关。刚才把 Scott 赶走了，因为这个视频我不希望他在这边看着我，我想自己对着镜头说。也许在你们的眼中，我是一个还行的人，就是也挺独立的，而且还到处去旅行，而且和别人说英语，而且和 Scott 家人相处得很好，所以你们可能会觉得Ella 还不错，还行。但其实我是有很多隐藏的一些弱点的。很早之前我就希望，比如说我真的很想就只有我自己对着镜头录一些内容，录一些东西出来。但是试过之后发现，不太自然，感觉好像总是有哪里不太对劲，就感觉一直没有这个自信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些只是关于我个人的内容。你们肯定想不到，我刚来英国的前几个月，我很介意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去问路问厕所，我很介意一个人去一个 pub 里面，比如说去要一杯热水，我害怕，因为我总担心，那如果别人拒绝我怎么办？如果别人听不懂我怎么办？如果我表现的失礼了，或者是就总之有很多担心，让我觉得我不行。所以每次我想上厕所呀、问路啊、要热水啊，都要 Scott 带我去，或者让 Scott 替我去做。我在想，这些事情明明放在国内是那么的简单，为什么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我反而我不敢了呢？我也问过我自己，那就是因为我对待这个未知的一个人群，我不知道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你们有多少人能够想象到这些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没错，这就是我内心是有很多恐惧的。直到1个星期前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完全打破了我的那种恐惧，所以现在我很想把这个感受分享出来。因为我们要马上离开英国了，所以要去办一个新的国家的签证，然后我们需要开车去伦敦去大使馆。但是我们在去伦敦的路上，我们的车突然坏了，刚好坏在高速公路口，所以当时的情况特别的危急。当时车坏离我们的预约的办理的时间只剩1个半小时了，意味着那1个半小时之内我要做好决定，然后我要出现在那里，然后办签证，要不然的话我可能就错过这个机会了，我可能就去不了下个国家了，可能就会被困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反正就是很紧急的一个情况，我需要做出选择，就只有2种选择，要么是我们2个都留下来看车，然后找拖车公司，然后修车，就不管签证这个事儿了；要么是Scott留下来，然后我一个人去做剩下所有的东西。我当时一听我懵了，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本来是 Scott 他帮我调查的所有的资料，准备的所有的资料，因为都需要英文，我基本上没有过问，没有去管任何的东西，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压力山大啊，那种感觉没有办法说。因为对于一个前几个月一直是由在别人的帮助下，在别人的陪伴下做所有的事情的一个人，突然我临时被告知我要自己做剩下的东西，而且是在我完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我虽然去过2次伦敦，但是我从来没有自己看过地图，从来没有自己找过地铁站，全是我跟着走，所以我突然感觉我懵了。我想把我丢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中，我应该怎么办呢？然后我很想告诉 Scott， 我不想办签证，我们回家吧。而且我感觉我在1个半小时之内去找到地铁站，再去赶地铁，然后再走路到大使馆，再递交材料，我觉得这一系列的过程，我觉得我完成不了。最后就是 Scott 硬鼓励着我，算是把这个决定做了，也就是他留下来，然后我去办我的签证。他说剩下的路全要靠我自己了。我当时戴着口罩，然后就开始眼睛开始发酸，心跳开始加速，然后身体开始抽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会有那样的一个反应，但是那个反应就说明了我当时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我做不到，我的身体都在排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宁愿放弃。突然之间我刹不住了，崩溃了，开始就是在口罩下面开始就是嚎啕大哭。你以前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机会，让我有任何的
一些机会做任何的事情，让我自己独立。现在你突然让我这样做，还让我在1个半小时之内做到，我觉得我不行。我是边哭边这样跟他说的，等于说是在嚎他。其实这也不是 Scott 错，但是我当时就是感觉就是想通过那种方式去让他也感觉到他是有责任的。总之就是当时的情绪非常非常的崩溃，然后哭了大概2分钟，然后 Scott 还在看表，因为确实是没有时间啊。然后他给了一个很大的拥抱，他说你可以的。我是在没有办法的，真的是我觉得算了，豁出去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然后我走进了地铁站。总之在这样的一片混乱之下，顺利的把所有的东西都提交了。这次我是完全以自己的视角，完全是以我自己这个人的感觉去跟这个城市打交道的，所以我觉得自己好像成长了。然后在坐地铁回去的路上，我已经开始忍不住的开始就是得意了。我突然感觉其实一个人去伦敦办事儿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呀，去问路，去跟陌生人聊天也没有那么可怕呀。我的英语好像也没有那么差劲呀，别人没有说听不懂我的这种情况。事实上是伦敦有很多人他们的英语还没有我的好，所以想那么多干什么？为什么担心那么多？然后我又自己坐车回去找 Scott， 跟他见面，就觉得这种感觉还真不错的。我一个人办完了所有的事情，然后也问到了路，还问到了厕所，还买到了吃的，我觉得挺有成就感的。而且我那一次对伦敦的感觉和前2次 Scott 跟我一起去伦敦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要让这些担心去阻止自己往前进的脚步呢？现在我明白了，希望有这个困扰的你们也会明白。可能就是我需要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可能是像我这样的，就是以这种很搞笑的方式发生的，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得不去做了，而且我还大哭了一场，这样的形式让我突破我的第一步。但不管怎么样，不管什么样的形式，只要突破了这一步，其实那些恐惧感通通消失了。现在我觉得如果 Scott 说让我自己去附近的镇上或者是附近的城市去自己去买东西，自己去逛一天，我觉得我是没有任何恐惧感的，因为那份恐惧感已经被彻底打破了。而且就算是别人拒绝了你又怎么样？我觉得现在我可以说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分享出来。原来这才是独立的我，这才是我喜欢的我，这感觉挺不错的。